对不起。Shut up！ 我不是来听我的律师跟我道歉的。这句对不起，是我替你跟我的助理说的，他很忙，而你没有预约。我这出了状况，很急。那150页的合同你已经签了吗？你是我们的法律顾问，但你没有听取法律顾问的意见。我在这儿等了你一早上，一上午我都耗在这儿，你知道我的时间多宝贵吗？那是因为你知道你犯的过错会导致500亿的市值灰飞烟灭。我只想知道，你能阻止这一切吗？我要30%。不可能，其他律师都是15%。那你就去请其他律师。我想问的是，你对我的敌人，是否也会像你对我这么横？我并没有开启战斗模式，这是我最友好的时刻。好，就30%。准备合同。嗯。我喜欢他，有气场。我最讨厌那种对我唯命是从的律师。明白，千军万马去上将手机。对，替我取他们手机。好。罗老师，你有事儿吗？有。重要吗？不重要。那你们先忙吧。发现问题了吗？这份合约我们当时在给法律意见书的时候就已经提示过风险了。这不是一份普通的远期合约，它是一系列期权的组合，被称为累计期权。累计期权在香港被称为 accumulator。有一个非常生动的解释是说 I kill you later。没错 ，accumulator 和 I kill you later 是谐音，它的意思就是我迟一点杀死你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签这份合约，迟早会死。你们这种累计期权的合约设计本身就是不平等的，违反了合约的公平原则。那合约就是合约啊，你签了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还是有办法的。比如说解除、终止，或者重新签订补充条款。那也得双方都同意啊。你们这种产品是有巨大的向下风险的，往上给投资者的回报是很小、很有限制的，但是往下的风险可以是几十倍，甚至是几百倍。因此，如果你让投资者签了这样的合约，造成了巨额的亏损，在国外你们是要承担极大的法律责任的。那你们就到国外告我们好了吗？我们并不想兴师动众，所以还是先请你看一下。这是补充协议。我们老板他不会签的，即便我他会签的。如果他不签，我就告诉他妻子他跟你的事儿。而且据我所知，他跟他妻子并没有婚前协议。您怎么知道他跟他老板有事儿啊？那你以为这么长时间我在干什么？那既然您手里有大牌的话，我们应该一进去我们就……你打牌的时候一上来就扔王炸吗？不会啊。那不就完了吗？那您让我查那么多国外的法律还有案件什么的？让你查那些案件案例，是为了提供给对方，让他跟他的老板去说服他们需要去说服的人。不过这招不要轻易用，除非确信奏效。不，除非确信对方没有重大疾病，比如说心脏病、高血压。我不是故意要去刺激厉伟正的。我觉得吧，
他心里一定有问题，典型的精神分裂。你想呀，他好起来的时候对丽娜母女可好了，但是他发作起来那真的叫六亲不认。哦，原来你是一个被法律耽误了的精神病专家呀。罗老师，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他们为什么不去做亲子鉴定？对，你为什么不带着你父亲去做亲子鉴定呢？或者说你父亲没事带着你去做个亲子鉴定？因为我们不需要啊。那他们就需要吗？因为周围的人都说他们不是。那就要证明给周围的人看吗？罗老师，有一件事情。着急吗？我后面还约了人，不着急的话以后再说。不急，不急。Thank you。送给你的。今天不是我生日，这不是生日礼物。那是什么？你终于决定向我求婚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我只是出于好奇，你是怎么知道高龄的法律顾问跟他老板？因为我是丽娜。欢迎你回来。上午9点，关于房产分割的案子要与当事人面谈。10点，大华公司的胡总和女商参与华瑞公司知识产权的问题。12点，清华的于总要谈侵犯股权处理的相关法律事宜。下午2点，你要审开一盛公司股权收购的合同条款。说这个事情啊，我都不好意思去麻烦别人。你说说看，你们这么大的一个律所吧，请你给蓝红打个电话，让他把律师费支付了。这是丽娜让我亲自跟你说的。我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？她不是我的客户，但她是你的前女友。如果不是你的缘故，我不会接她老公的案子。你如果不接这个案子，是如何一战成名的呢？不，那些都是虚名。总之，现在她欠我连续3年，总计是1650万的法律顾问费，她可以按照年度付，否则我会向她发律师函，告得她倾家荡产，将她和她老公还有她全家都列入失信人员名单。谢谢你啊。没关系，这个事情吧，我到时候还是要跟我的老师去说一下。那您先往这里走。罗老师，你先别说话，让我来猜一下。她结婚N年，相夫教子，没什么过错，但是丈夫不再爱她，所以她怀疑自己的丈夫有小三儿，但是呢，又没有什么证据。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她丈夫应该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回过家了。所以说呢，她想要离婚。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，她和她丈夫又没有什么夫妻共同财产，所以什么也分不到。可是呢，她又不甘心只听命于她的丈夫，
忍气吞声，别折腾，好好的看家护院。她丈夫有很多的房产，还有商铺，但是都购于婚前，婚前房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她是不是以前咨询过您啊？当然没有。那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还知道她没有付你咨询费。她没钱，不过她答应我们了。如果说我们可以帮她胜诉的话，她是会付我们律师费的。我们可以走风险代理嘛？风险代理的意思不是律师承担所有风险。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。我告诉你我的判断是什么。他绝对不是只咨询过我们一家律所，也不是只找过你一个人，他应该找过很多家。而且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一定是你的一个朋友或者熟人介绍的，因为你这个熟人已经被他骚扰得不得安宁，所以你就热情地接待了他，拿出了你宝贵的时间听他讲了一个很悲惨的故事，你都不好意思收他的咨询费，对吗？是他自己主动说，如果你肯帮他，赢了案子，他会重谢你，对吗？哎呀，罗老师啊，她真的特别可怜。您好好想一想，她跟她丈夫结婚多年，为他生儿育女，任劳任怨。看来你还是没听懂我的话，那就让我直接来告诉你，他的这个案子胜诉的希望非常渺茫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咨询了很多家律所，但没有律师肯接。是，虽然不是所有的律师都视财如命，但是谁会接一个既没有钱，又会输的案子呢？而且更关键的是，她的丈夫一定有法律顾问，她的法律顾问一定会告诉她，婚前财产属于个人，所以她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欺负她，因为她知道，如果对方跟她叫板，那就是一无所有。所以说啊，您不觉得她很可怜吗？啊，她丈夫足足有10套商铺，一年光租金就有100万，10年就有1000万啊！可是她呢，她什么都没有。你再说一遍。1000万啊，这是一笔巨款。不，我前面那句。哦，她丈夫有很多的房产，一年光租金就有您是说，租金是夫妻共同财产？打开你的录音器，把它记下来。我已经说完了，我是说把你自己理解了的录下来。啊，是这样啊，谢谢罗老师。法律规定，婚前购买的房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但是您丈夫的10套商铺是属于重大生活资料，所取得的租金事实上是一种夫妻共同经营后的收入，那就可以作为共同财产来分割啦。对。哇，太谢谢你了。那你觉得这案子能赢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喂，我一会儿给你回过来啊。好，拜拜。你男朋友？啊，那要不你先回去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你今天又没跟罗宾提辞职吧？我想好了。你不想辞了？我是不想现在辞。为什么呀？你知道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答应林佳映了。谁是林佳映啊？你知道他是谁？但是你为什么非要帮他呢？你们很熟吗？什么关系？朋友、亲人，还是你欠他人情啊？他求了好多人，他都已经快绝望了。他是死马当活马医才找到的我。我既然接了他的案子，我就不能让他失望。我没有办法拒绝他。怎么没有办法呀？你是罗宾的助理，你可以把事托给罗宾啊。那怎么可能呢？为什么不可能啊？你要不想辞职，你就明明白白告诉我，你干嘛非要给我找那么多借口呢？你先说丽娜遇到事儿了，你不好意思提辞职，现在好不容易等到丽娜这事儿过去了，又蹦出了一个8竿子打不着的林佳映。你跟我说实话，
你不是怕林建勇对你失望，你是怕罗宾对你失望，对吧？明白了。当然是赢了，我现在在律所来拿判决书，你想什么呢你？以后就来找你啊。给您。真是太谢谢你们了，客气，这是您应得的。我特意去给你们买了良品铺子，高端零食。你们呀，律师太辛苦了，一定要多吃点儿。谢谢，收下吧啊！啊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律师费是多少钱呀？按照执行的10%，那是多少钱？500万的10%是50万。哎呦，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们5000块钱咨询费。小戴，当时不是说好了吧？每个小时咨询费是3000块钱。哎呀，我就是问了问你们呀，你们也就是给我出了个主意，对吧？以后还可以当朋友，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客户的，就这么设定了啊。5000块钱我微信转给你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这个很贵的，就这么设定了，微信转给你啊。我你等一下。这个老重要了，再见，谢谢你们啊。那边。啊，谢谢，再见。别看了，走远了，拿回家吃吧。律所章程明文规定，晋升高级合伙人一个必须满足的条件是原有合伙人同意。对，律所的章程还明文规定，如果原有的合伙人犯了重大的错误，对律所造成了重大的损失，律所的管委会主任有权提议对该名合伙人做出劝退的处理。也只是一个错别字，并没有给客户带来实质损失。罗宾是好样的，是他力挽狂澜，否则损失不可估量。事实是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。事实上，是你犯了错误，差点错过了客户的诉讼时效，这个对于律所来说就是重大的错误。您是在暗示我，如果我不同意罗宾晋升为高级合伙人，您就要将我劝退。科学表明，人是唯一接受暗示的动物。就这样，特别帅，好，非常好，哎，就这样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。哎，我觉得这样的比较好。
更正式一点。就这样，特别帅。好，对，可以向你侧一点啊，这个更形式了啊。对对，特别好，哎，很帅啊。衬衫有一点皱，还是拍的完美一点。侧了过，侧了过。刚刚说正着比较好，身体转过来，身体转过来。那边拍是不是比较好？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侧面好看一点。这样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啊正一点也要来几张的。来，你来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你什么态度啊？你让我看看你拍的是什么样。我就是说他这个姿势比较好，比较好看，而且我们这个照的是证件照。好了，没关系，就是个照片。我知道。啊，来，我们继续。站好。对，好。优秀的律师是律所最大的资源，也是律所最大的资本。为鼓励优秀律师参与律所管理，共享发展成果，根据全景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管理规定，经全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管理委员会2019年3次全体会议评议，并报全景总部管理委员会批准，贺晋生、罗宾律师、赵旭律师为全景高级合伙人。好干，别瞧我棒，是，还有很大进步空间。又来了。顾客，谢谢。封主任说你还有很大进步空间。回头会好好干的。每个灵魂都在各自生长，最后时候选择让谁失望都不该，选择自己失望。对前路无限渴望，对远的充满信仰，硬碰硬才是较量，多疯狂，多倔强，这一个心段长什么模样？用善良。难得我们大家聚在一起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去河滩。哎，这是个好主意。走吧。您站中间，好，来2个新人站2边，对不对？好，站那边。好，哎，来，你站这儿，来，好，准备，来，1、2。你的办公室不在这儿，我是来找你的，早上来过一趟，你没在。堵车，外边堵的就像个停车场一样。你从来都不会迟到。你不管公司的考勤，我是说，你是故意躲开今天早上的例会的。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跟我说，你曾经给我机会，但是我没有珍惜，因为我反对跟你一起反对罗宾？我就是怕你误解我。事实上，我一直想让你成为公司的高级合伙人，但是封印更欣赏罗宾。我没有看到你更倾向于我，那是你没认真看。我认真的看了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柏静红是你主动介绍给罗宾的，但是后来罗宾把你排除在外了。实事求是的说，柏静红是个比较难缠多疑的人，他是我的朋友，我不想把我的朋友发展成为我的客户。实事求是的说，你交朋友的目的就是要把你的朋友有朝一日变成你的客户，那也没有什么错。当然没有错，整个律所都知道你的专业并不在法律上，你的专业在交朋友上。你不能把你没有晋升为高级合伙人的怒火发泄到我的身上。你的理解太狭隘了。那你怎么理解？提柏静红这些陈芝麻烂谷子，不就是为了要刺激我吗？那是你的理解，我只不过是想提醒你。提醒我什么？提醒你当初就在向罗宾示好，否则你应该把我直接介绍给柏静红，而不是介绍罗宾。况且当时你就知道，我跟罗宾都在一起争取柏静红。
你不清楚的是，白敬红他想找一个男朋友。我也是单身，你不会喜欢有钱又强势的女人。但是你没有给我这个选择的机会啊！你直接去找罗宾，而不是来找我。本来你可以跟我说，何塞，我认识一个富婆，你想不想去见一见？我们言归正传。言归正传。就是你当初就想去拉拢罗宾，但是后来发现拉拢不成。你没有想到罗宾对封印会有这么高的忠诚度，这一点超出了你的想象。而现在罗宾已经做了高级合伙人，如果他跟封印在一起了，他们俩狼狈为奸，你就更没有话语权了。所以你会到我的办公室来，坐在我的沙发上来拉拢我。你说话总是这么一针见血。我不喜欢绕弯子，如果一针我就能扎出血来，我绝对不会浪费时间去扎第二针。好，开门见山。封印是你父亲的学生，我们父子关系不好，血浓于水。你不了解我，我了解你父亲。你不了解他，你认为你了解他，其实你不了解任何人，因为你所说的了解就是控制。你想控制所有的人，你没有试图去了解任何人，所以你现在会孑然一身，你不会去爱任何人，任何人也不会爱你。人和人之间除了爱与不爱，还有其他的关系。比如呢？比如尊重、欣赏、惺惺相惜。您看您总是熬夜，这是如新的明星产品，智能护肤，您试试。回到全景了？之前我就是一气之下。封印给你道歉了？他说他压根儿就没有批准过我的辞职报告。像他的风格。您跟封印，你的父亲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在养老院呢。何塞还帮他找了个心理医生。医生说，我父亲因为长期心理不平衡，所以形成了报复性的人格。丽娜，虽然我现在不是你的律师了，但我觉得我有必要告诉你一些我了解到的情况。你父亲坐过牢，当年的案卷上写着因生活琐事与人打架，致人重伤。那件生活琐事就是有人喝多了，说你不是他的孩子。你父亲被判了刑，怕对你影响不好，就和你妈妈离了婚。他刑满出狱之后，到处找你们，可你妈妈给你改了名，背井离乡。他找了好久，所以按道理上来说，也不算是他遗弃了你们。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。谢谢您。不客气。我们律师其实最不愿意打亲人之间的官司了，能看到你和你父亲和解，真的是最高兴的。律师费回头我给你打回你卡号去。我可没有这个意思。我可是这个意思啊。您要给我退回来，咱们就谁也不认识谁了。您别送了。好，拜拜。稍等。啊，好巧啊！去我们律所啊？我下楼买点东西。那天在医院，我对您和罗律有点失控。可以理解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公开啊？还想瞒着我？没有，我们是想公开的，但是公开了，黛西就得离开全景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，我们是竞争对手。哎，也可以是你离开龙科呀。啊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跟佳敏姐说的，谁也不说。谢谢，谢谢您。你们都不下吗？我下。
罗丽，没关系，黛西已经跟我解释过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在医院的表现，能理解。我是。你以后别迟到啊！哎，不是说哪些人啊？就上午跟你说那两个啊，打扮漂亮点啊！嗯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要这个并购案。因为我想多点时间跟你打台球啊。可是我必须得多花一些时间为你做尽职调查。拜托，机会稍纵即逝。哒哒哒哒哒哒 ！Happy birthday！ 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忘了吧？我一猜你就忘了。白飞，你不能发完了脾气，说完了难听的话，你就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知道我错了啊，原谅我。我接个电话。喂。我给你发了微信，你为什么没回我？哦，我放在包里，我没有看见。对不起，罗老师，您有什么事儿吗？你看看你的微信就知道了。进了吗？没有，到你了。难道给他当助理，比跟我结婚还重要吗？万飞，咱俩别吵了，行不行？我还要回所里呢。别，咱们说清楚，你舍不得什么？我舍不得律所，我舍不得工作，我舍不得我的同事。你干嘛不说你舍不得罗宾啊？是，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他。我跟他在一起工作，我特别有成就感，这种成就感我从来就没有体会过。城市的光，霓虹的想象，至少比这个考验我的脆弱。曾机会的喧嚣着，穷追不舍，又经历过那么多，才能勇敢面对挫折，重来夜色如墨。伤痛写成一首热烈的歌，渲染的歌，把世界的温柔。曾机会的喧嚣着，穷追不舍，又经历过这么多，才不枉费一遭活过，留下一笔浓墨。我用力过，每一刻都要快乐。我还是我，把伤痛写成一首热烈的歌，绚烂的歌。
罗宾老师，你回家休息吧。我没事儿。马上回家，回去休息。你要去哪儿？亲爱的何塞老师，我有事需要马上出去的。你不能出去。今天你值班，公益值班，能不能找人调换一下？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客户。难道只有你的客户是重要的，我们的客户就都不是重要的？你的理解力真的相当感人。我告诉你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第47条，律师拒绝法律援助义务的，可以处以5000块钱的罚款。我马上转给你。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停止执业3个月以下的处罚。何塞老师，罗宾老师他做过好多法律援助呢。今天他值班，那我来。咱们律所不是规定助理可以替老师值班的吗？吕总。哟，王总，你好，你好。久等了。哎，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罗宾律师。幸会。幸会。介绍一下，林静薇，我多年的法律顾问。你好，王总。你好。快请坐。好久不见。你们这是？你们认识啊？罗宾是我们学校的男神，每年1等奖学金，永远都是他们年级的第一。林律师也永远是他们年级的第一。哎，那你们俩要是碰上了，谁是第一啊？还没碰上过。这不碰上了吗？那谁输谁赢啊？并购案不存在输赢，皆大欢喜。那我们就等着皆大欢喜。好。谢谢你送我。应该的。你什么时候做好初步建议书？我已经做好了。在哪儿？电脑里。让我看看。等你做好你的。我已经做好了。在哪里？在这里。你是唯一一个拒绝过我的男人。我当时有女朋友。你现在没有了。你对我做了尽职调查。我现在可以追求你吗？我有一个底线。什么底线啊？刚刚已经被你击穿了。我今天一直在律所。你要看到微信，你给我回个呗。我现在住这个房子吧，是我爸单位分的福利房。我爸去世以后呢，是我和我媳妇儿还有我妈，我们一起生活。到这个80几年的时候，这房子能买了，我妈就和大家一起商量说，买下来。我当时属于工龄比较少，用的是我哥的工龄。这房款3万8是我出的，
属于这个成本价购买。这事儿呢是让我大姐去办的，我大姐呢就以我哥的名义交的这个房款，这房本也在我大姐那放着，我稀里糊涂就不知道这房本上它不是我的名字。您说完了啊？从法律的角度讲啊，这个判决没有什么问题。按照物权法，这房子呢归您哥哥，他想要出卖不存在任何问题。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。我们那时候兄弟姐妹感情还特别和睦。我妈说房子是我的，谁也没反对意见啊。我也不知道那个本上的名字不是我的。后来我妈这突然也去世了，谁也没提这房子的事儿。您可以选择重新起诉啊，他们起诉您归还，您可以起诉他们析产啊。我能重新起诉吗？起诉是什么产？析产。析产。不要动不动的就建议别人重新起诉啊！诉讼有风险，你承担吗？不是，何塞老师是这样的，陆先生的房子是属于原始的父母福利分房啊，再加上陆先生他也有出资啊，所以说如果房子都归哥哥所有的话，是有失公平的。造成今天的局面，您也是有错误的。我也有错。怠于主张自己的权利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看，您母亲在世的时候，大家都认为您出资、您居住，产权归您。当时为什么不写一个家庭协议呢？我当时不没想到这个吗？您刚才说那个重新起诉，那我该怎么弄啊？他是助理，他没有经验，你下班吧啊。好。何塞老师再见。那我这个，我跟你说啊。我给你打了1天电话，你没接。你给我发了那么多信息啊？有事吗？我护照在这儿。我给你拿。留着吧，给你买的，毕竟爱过。我给你补过一个生日吧。莫愁前路无知己。咱俩说好了啊，你说，不许再凄凄惨惨戚戚的了。你是去追逐你的未来，这是好事儿。去留肝胆，两昆仑。大哥，你是去留学，你别搞那么悲壮好不好？那我重说。还内存之际，天涯若比邻。
您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我们老板催我了，所以我赶出来了。你是怎么上来的？我告诉保安，我是你女朋友。你们那位吕家老板，难道说就等不到天亮吗？是你们王威老板恨不得马上签约。可是尽职调查，不可能一夜就做出来。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们调查我们，可以给你们看的都在这儿了，抓紧看，不然我们老板会改变主意的。你在开玩笑？我从来没有给你开过任何玩笑，都是认真的。包括我说我爱你。如果说你没有在跟我开玩笑，很遗憾，我们这两个协议很难达成。那我会告诉你的老板，是你否决了我的建议书，然后你的老板可能会换掉你。毕竟你的老板比我的老板更想达成并购。那我也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是因为你不给我们提供你们内部的财务数据。账目报表。这样，你给我看你们的，我给你看我们的。对，他让步了，由你来主导大局，已经在过合同了。当然，那就这样。遇到什么事儿了？这么开心？黛西呢？什么事儿啊？何塞老师投诉你，说你在值班的时候冒犯了。我就发表了一点点和他不一样的看法而已。可人家陆先生现在点名让你去提供法律服务，那何塞还不得暴跳如雷？那我一会儿去跟何塞老师解释一下吧。越抹越黑。黛西小姐，我真的很感谢你，你自告奋勇替我去值了个班，然后无事生非给我找了个事儿。黛西肯定不是故意的，是嫌我工作还不够忙，事情还不够多，对吗？黛西，还不赶快谢谢罗老师？咱们律所有规定，所有的助理不能独自接案子，不能单独承办律师业务，更不能在法庭或者仲裁庭上以律师的名义发表代理意见。罗老师，谢谢你。只要你把这个案子接下来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你真的什么都愿意做吗？我什么都愿意做，您说吧，让我做什么？少给我惹点事儿。所以他是答应还是没答应啊？你们何律师不建议我重新起诉，这我也能理解。
他是怕万一重新起诉，要是败诉了，我会找你们麻烦。我不会的，绝对不会。这样，你先固定一下你2位姐姐的证人证言。我二姐在国外呢，那就先固定你大姐的，毕竟你大姐是经手人。对对对，就是我大姐去办的这个事儿嘛。她其实特别后悔，她当时就是随手在那上面，就写了我哥的名字。另外，你大姐年岁有点大了，你最好去把她的证人证言做一个公证。怎么做呢？黛西，你陪着去一趟。好嘞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好，太好了。那就这样啊。哎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好，那黛西，你陪她去。好，您稍等我一下，我回去拿个包。来。当时确实是陆军出的钱，我妈也说了，这房子就是陆军的。其实我妹妹还提醒我，让我跟我妈说立个遗嘱。那这遗嘱立了吗？我没跟我妈说。我妈是在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家轮流住。当时是在妹妹家走的，走得很突然，我也不知道立了还是没立。那妹妹呢？我妈走了不久，她就陪孩子出国读书了。心思都在孩子身上，家里这些糟心事儿我就没跟她提。关键是我们张不开嘴跟她说呀，怎么说呀？说我哥把我告了。家里发生的事儿，妹妹她都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她知道不知道，反正我是没跟她说。我找机会跟她说说，让她也劝劝大哥。哎呀，算了吧，大姐，跟她说，她不也跟着烦吗？也不是啥光彩事儿。大哥卖房子的事儿，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？不知道吗？怎么人家上我们家看房子来了才知道。完了，我说这房子是我的，人家就不敢买了。然后我大哥就上法院把我起诉了嘛，这不是让我归还房产吗？为这事儿啊，我去过大哥家，我们就在一个院住着。我跟他说：“你把陆军赶出去，你让他住哪儿啊？你就不怕妈在天之灵找你吗？”你们说的这个情况，法官他都知道吗？不知道吧？开庭的时候我气病了，我没出庭。那您有没有把这个情况跟法官说明白呀？哎呀，其实我当时要是请个律师就好了。到了法庭上，我这一紧张，要说啥全忘了，让我哥给气得我直哆嗦都。谢谢啊，慢点啊，好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嗨，好巧啊！是挺巧的，我现在是你客户哥哥的律师，他们兄弟姐妹都住在一家住院里。不可能。你可以问何塞。何塞？人家哥哥知道你们给他弟弟出了一个重新起诉的主意，就去你们律所闹了。然后何塞就把他哥哥推荐给了你们。我没在现场，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。反正廖主任让我过来，让我跟他哥哥接洽，还说是何塞律师介绍的。那你回律所吗？我回。走吧，一起吧，我叫了滴滴。他答应了你所有条件，就差几个签名了。你还带了酒？庆祝怎么能没有酒呢？不，差几个签名也不作数，得等都签上再庆祝。那一直一个人住啊？你不是做过尽职调查吗？你找什么？开瓶器。这个很特别啊。你喜欢？嗯，送给你。谢谢。
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知道终有一天你会爱上我。只是那个时候，你自己还不知道。那个时候你还是一个小姑娘。自古英雄出少年。你笑什么？历史上的女政治家，都是在我那个年龄的时候崭露头角的。你所指的历史上的女政治家，是指武媚娘，还是芈月甄嬛？你在嘲笑我电视剧看多了？不，我是觉得，你觉得这酒不好喝？不，我是觉得你对我有所隐瞒。你是说，我谈过多少个男朋友？不，我是说我们在谈判的时候，你对我隐瞒了一些重要信息。我总算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一个人住了。那么你究竟对我隐瞒了什么呢？你太疑神疑鬼了。吕家的产业有不良资产，我不可以告诉你。你必须告诉我，到底有什么？真扫兴。那是我的手机，那也是我的。你送给我了。跟你怀疑的一样，这次的并购非常像日新收购亚博。亚博的净资产只有8700万，但是他们给出的利润承诺分别是3000万、5000万、8000万、1.4个亿。上市公司根据这样的利润承诺，开出了20个亿的市场估值，但是亚博一直没有达到。他们子公司的高管害怕背负责任，就一直在找理由和母公司进行谈判。太过分了。吕家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包装，弄了一个很新的概念，跟咱们的客户说了一个他听不懂，但是却很好听的故事。然后他们说，你们再买就没机会了，我就卖给别人，对吗？您怎么知道啊？因为我交给过他，对吧？您教的可真好。我有一个主意，中国象棋股谱中有一个必胜招，弃马13招。您会啊？我还会大刀剜心。用突然袭击的方式，来表达你对我的爱意。其实我是来要回我的红酒塞的。法律规定，赠与物已经交付的，不可以随便撤销。不好意思，在我的职业生涯里，我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。你应该说，在你的职业生涯里，你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误。我做过尽职调查，你从来都没输过。我研究了一下你的榜样。谁？那些通过男人获得胜利的女人。她们之所以胜利，并不是因为她们聪明，而是因为她们把自己当成了武器，她们摸准了男人的弱点。我是真的爱你，
只是有一点你接受不了，我可能比你强，虽然你也很强。我崇拜所有比我强的人，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。但是你不会爱上一个比你强的女人，是吗？我只是不能接受一个不择手段取得胜利的女人。不管你怎么说，在男人和胜利之间，我永远选择胜利。那是因为，假如你是武则天，满朝文武跪的都是男人。你看过我的集合动态？我也做了一份尽职调查，虽然是刚刚做的。你开玩笑？我在笑吗？王威疯了吗？业内都已经知道了，现在停止收购，这对王威意味着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别人会以为他有问题，他的股票会狂跌。你完全低估了我们俩之间的关系。他虽然不太懂并购，也不太懂法律，而且容易冲动，但是，他有一个优点，他信任我。但你的客户对你，就未必有这种信任，对吗？所以说，如果你搞砸了，求你了，罗宾。这样，你向我们认个错，我们双方重新约定一个时间，并购条件重新谈过。谢谢。我想去找一趟廖佳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让麦飞代理了陆军的哥哥陆离。看来我要找何塞好好谈一谈。您别去啊！为什么？怕暴露你的消息来源？这件事情不能全怪何塞老师。廖主任本来就一直专挑跟咱们律所有关的案子。我们是甲方律师，他们就是乙方律师；咱们是原告代理，他们就是被告代理。但凡案子的一方找到了我们，他就会想办法去找案子的另一方。谁告诉你的？人尽皆知啊。那这个案子，你和麦飞不存在利益冲突。我们分手了。